朋友们，我是苏佑安。明天就是小寒节气了，可得打起精神。老话讲，小寒大寒冻成一团。别瞧它带个小字，论起冷来，小寒常比大寒还凶。全年最低温往往出现在这几天。对年轻人或许只是多穿衣，但对咱们老年人，小寒真像一道要谨慎跨过的关口。眼下正是29尾、39头，地面积蓄的寒气彻底外冒，阴气极盛，寒气无孔不入。老年人阳气不如年轻时旺，一不留神，老寒腿、心脑血管病、慢性支气管炎等都容易找上门。所以小寒养生最要紧的就是2个字：排寒。从吃到动都得搭配好，把阴寒邪气顶出去，安安稳稳养好身体。今天在健康永驻，就跟大家唠叨老祖宗的老规矩，做到1不喜、2不动，吃3样，记2事。照这个来，冬天过得舒坦，精气神转足，开春身体结实。在开讲前，请您若喜欢健康永驻的分享，务必点个赞或在评论区敲个1或平安，您的支持对我们无比珍贵。也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好了，闲话少叙，咱们直接看1不喜、2不动，吃3样，记2事。具体是啥说法？为何重要？首先啊，这1不喜指的就是小寒时节，早上千万别洗头。我知道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特别爱干净，讲究个精气神，尤其是有些朋友习惯早起，觉得睡了一宿，头发塌了油了，不清爽，非得早上起来洗个澡、洗个头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才出门，觉得这样一天才有劲儿。但是朋友们，在小寒这几天，您这个好习惯可真得改改了，这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找病根啊！中医上有句话叫头为诸阳之会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咱们这脑袋是身体所有阳气汇聚的地方，好比是全身阳气的总司令部，也是咱们一身阳气的屋顶。同时啊，这头也是全身最敏感、最容易散发热量、最怕风寒偷袭的地方。您想想，小寒这天，早晨的气温低得吓人，很多地方都零下好几度，甚至10几度。您一大清早刚起床，身体里的血液循环还没完全活跃开，肌肉关节还有点僵，毛孔本来是紧紧闭着，好保存身体热量的。这时候您一洗头，热水往头上一浇，当下是觉得暖和舒服，可这热水一刺激，头皮上成千上万的毛孔刷一下就全张开了，这就好比是把自己城池的城门给大敞撕开了。洗的时候是暖和，可您总有关水擦干的时候吧？水一停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周围的空气却是冰凉刺骨的。这时候头发上的水分一蒸发，得带走多少热量啊？这就是最危险的一刻。那外面的寒气，就像早就埋伏好的敌人，顺着您大开的毛孔，长驱直入，直接往脑袋里、往身体里钻，这就叫寒气入体，后患无穷。早上洗头这个事，对老年人的影响，比大家平常想的要严重得多。可能有朋友觉得，我洗完赶紧用毛巾擦干，或者我用吹风机吹干，不就行了？您可别忘了，咱们老年人的血管调节能力，那是远远比不上年轻人的。而且早上这个时间段本来就是血压的一个高峰，医学上叫晨风高血压。这时候您去洗头，头皮先受热，血管扩张，紧接着湿发蒸发受冷，血管又得剧烈收缩，这一扩张一收缩，来回拉扯，就像拿一根皮筋使劲撑它，对于本身就可能有些脆弱的脑血管来说，是巨大的负担和刺激。往轻了说，您一出门见风，立刻就可能头痛欲裂，或者引发重感冒、流鼻涕、偏头痛，甚至牵扯到三叉神经痛。往重了说，这种剧烈的冷热刺激很可能导致脑血管痉挛，引发头晕目眩，更严重的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。咱们平时也常听说，有些老人在早起洗漱的时候突然晕倒，很多时候根子就出在这。那听到这儿，
可能有朋友要问了，苏医师，照您这么说，小寒这几天我就不能洗头了，那多脏啊，多难受啊！当然不是不让您洗，而是咱们得挑对时间，讲对方法，得把这洗头的小事当成养生的大事来认真对待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我给大家支几招。第一，改时间，咱们最好把洗头的时间从早晨挪到中午或者下午，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，天地间的阳气比较旺盛，气温也相对高了，咱们自身的阳气也足，抵抗力强，这时候洗头就不容易着凉。晚上太晚了也不太好，容易带着湿气睡觉，那叫湿邪蒙头，对健康也不好。第二，一定要干透，洗完头啊，光用毛巾擦到不滴水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用吹风机的热风，仔仔细细的吹，重点是吹发根，吹头皮，要把头皮吹得热乎乎的，干干爽爽的，这才算完事，可别只吹表面发丝。第三，缓一缓再出门，就算您把头发吹得干干的了，也千万别马上开门出去，因为这时候头皮还是热的，毛孔可能还处于微微张开的状态，最好在温暖的屋子里，再坐上那么20-30分钟，等头皮的温度完全降下来，感觉恢复正常了，毛孔自然闭合了，再出门。第四，帽子是标配，小寒时节出门，帽子就是咱们保护头部的金钟罩，是守护阳气的最外层盔甲。不管您今天洗没洗头，只要出门，一定记得戴上一顶保暖的帽子，把脑袋护住了，您会发现全身都能暖和一大半。所以啊，这第一条不洗，大家记牢了吗？就是为了护住咱们的脑血管，为了不头疼不感冒。明天早上起来，用梳子多梳几下头，促进血液循环就好，可别急着去碰水了。说完了一不洗，咱们再来看这二不动。这不动啊，可不是让大家躺在床上啥也不干，而是说运动的方式要调整，要懂得收藏的道理，不能过度运动，把宝贵的阳气给泄露出去了。具体来说，大家要做到以下2点。第一，不要在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进行剧烈运动。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勤快，真是闻鸡起舞。公园里有的老朋友5点就到了，比年轻人上班还准时。但是呢，在小寒时节，我劝您一句，早练不如晚练。这里头有3个原因，一是这时候空气最差，冬天的早晨经常有雾，这雾里混杂着灰尘、细菌，加上植物经过一夜的呼吸，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，所以早晨的氧气含量其实是一天里比较低的时候。您这时候去大口呼吸锻炼，吸进去的未必是新鲜空气，反而是些浊气、废气。二是温度最低，一天之中，日出前后那段时间是最冷的，咱们身体的关节比较僵硬，肌肉的弹性也差，这时候剧烈运动非常容易拉伤、扭伤，甚至摔倒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三是违背天时，中医经典里讲冬3月，此谓闭藏必带日光，意思就是冬天这3个月是闭藏休养的季节，咱们的活动最好跟着太阳走，太阳没出来，咱们就不轻易出来扰动阳气。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把锻炼的时间推迟到上午9、10点钟，或者下午3点左右，这时候太阳升高了，雾气散了，温度也上来了，咱们再去舒活筋骨，那才叫真正的顺应自然，有益健康。第二，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，这一点啊，特别重要。很多朋友觉得运动嘛，不出上一身透汗，不累得气喘吁吁，那就不叫锻炼，没效果。这个大错特错，尤其是在小寒这种极寒的天气里。中医讲汗为心之液，又说气随汗脱，夏天出汗那是排热排湿，但在冬天，咱们体内的阳气非常宝贵，都要深深藏起来，温养5脏6腑。临这一通剧烈运动，大汗一出，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，宝贵的阳气就顺着汗水被带出体外了。阳气一跑，就像守城的士兵都撤走了，
身体的防御力瞬间下降。这时候冷风一吹，寒气毫不费力就钻进来了。你以为是在锻炼强身，实际上是在透支消耗啊！很多老人运动完，第二天就感冒发烧，根本原因就是气随汗脱，免疫力一下子垮了。那到底该怎么动才对呢？我也给大家3个小建议。一是热身一定要做足，咱们这老胳膊老腿就像冬天里的汽车发动机，得先好好预热一下。运动之前多搓搓手，揉揉耳朵，转转腰，压压腿，拍打拍打四肢，把关节活动开，气血引动了，再开始正式运动。二是要选择舒缓温和的项目，别再想着去跑马拉松，快跑了也尽量别练那些猛烈的撞树、甩鞭子了，打打太极拳，练练八段锦，或者在小区里、公园里快走、散步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他们动作柔和，能疏通经络，又不会过度消耗元气。三是要掌握微微出汗这个度，运动到什么程度最好呢？就是感觉身上热乎乎的，后背微微有点潮湿感，额头或许渗出一点点极细的汗珠，这就足够了。这就叫做微汗调气，既活动了全身的气血经络，又把宝贵的阳气稳稳地守在了体内。接下来咱们说说吃3样，这3样就是山药、黑木耳和鱼肉。吃对了这3样，比吃很多补药、补品都管用。小寒天寒地冻，身体为了抵御寒冷，消耗非常大。这时候咱们就得给身体加满优质的燃料。这3样东西不仅营养丰富，更是咱们祖先应季而食智慧的体现。下面我就一样一样跟大家细说怎么吃，为什么好。第一样，山药，它是温润滋补的神仙菜。为啥特别推荐它呢？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十有八九脾胃功能都比较弱，容易虚寒。天一冷，吃点凉的就胃不舒服，或者总觉得没胃口，消化不好。这时候，山药就是上天赐给咱们的药食同源的宝贝。山药这东西性子非常平和，不燥也不热，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，这可是保护咱们胃黏膜的天然好材料。而且山药富含蛋白质、B 族维生素，还有钾、钙这些微量元素，吃了它既能健脾养胃，帮助消化，又能补益肺气。老话说白色入肺，冬天吃点白色的山药，对咱们的呼吸道也大有裨益。市面上的山药主要分2种，大家得会挑。第一种是铁棍山药，长得细细的，表皮毛孔比较粗大，毛也长，外皮常有像铁锈一样的斑痕。这种山药水分少，口感面糯，药性最好，最适合咱们老年人蒸着吃，煮粥或者炖汤，哪怕价格稍贵点，也建议大家买这种。第二种是菜山药，粗粗大大的，表皮比较光滑，这种水分大，口感脆，更适合炒菜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吃法，叫山药炖鸡汤，这可是绝配。鸡肉能温中益气，山药能健脾，合在一起，滋补效果翻倍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您买半只土鸡或者三黄鸡，剁成块。老年人吃，记得把鸡皮下面那层厚厚的黄油剪掉一些，免得汤太油腻。准备2根铁棍山药，记得削皮的时候戴个手套，不然山药的粘液弄到手上会发痒。去皮后切成滚刀块，然后鸡块要冷水下锅煮开，把血沫子撇干净，捞出来用温水冲洗一下。接下来是关键一步，炒香。锅里少放点油，把鸡块和几片姜放进去煸炒，要把鸡肉的水汽炒干，炒到鸡皮微微发黄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才会香浓、奶白，而且不腥。炒好之后，往锅里倒热水，记住一定要是热水，千万别加冷水，不然鸡肉遇冷收缩，口感就柴了。加点老冰糖提鲜，来点酱油上个色，大火烧开后转成小火，慢慢炖，等鸡肉炖到7、8分熟，大概半小时左右吧，再把山药块放进去。山药别切太小块，不然炖久了就化在汤里了。在一起炖上个20分钟，最后加点盐调味。
撒上一小把枸杞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么一锅汤喝下去，真是从头暖到脚，鸡肉烂乎，山药糯软，滋养脾胃，就算牙口不好的朋友也能吃得香。第二样，黑木耳，它是咱们血管的清道夫，为啥要吃它呢？上了年纪，最怕的就是血管堵塞、血脂高、动脉硬化。冬天活动量少，血液流速相对缓慢，就像河水到了冬天流速变慢一样，更容易沉积垃圾。这时候多吃点黑色的食物特别好。黑木耳，别看它黑乎乎的不起眼，那可是树中之荤。它含有丰富的植物胶质和多糖体，这些东西到了咱们肠胃里，就像一块块小海绵，能把身体里的一些灰尘、杂质吸附住，然后排出去。它还能帮助清理血管壁上的垃圾，有助软化血管。对于有高血压、高血脂的老朋友来说，木耳是餐桌上不能少的保健菜。不过前几年新闻里说过，有人因为吃了泡发太久的木耳中毒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点：一要现泡现吃，用冷水泡发，一般泡1到2个小时，完全软了就行了；二不要过夜，千万别图省事，泡一大盆吃好几天。木耳泡发超过4到8小时，就容易滋生细菌，产生毒素，宁可扔掉也别吃。三可以加点面粉洗，泡发好的木耳，撒上一点面粉或者淀粉，用手轻轻抓洗，面粉的吸附力强，能把木耳褶皱里的脏东西都带出来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快手的吃法：大葱烧木耳。这道菜清脆爽口还解腻，而且冬天吃大葱能通阳气，预防感冒。做法是：木耳泡发洗净后撕成小朵，锅里烧开水，把木耳放进去煮2-3分钟，一定要煮熟，这一步既能杀菌，炒的时候也更容易入味。然后多切点大葱段，主要用葱白部分。锅里热油，把大葱段放进去，小火慢慢炸，炸出浓浓的葱香味，炸到葱段表面微微发黄。接着把沥干水分的木耳倒进锅里，转大火快速翻炒。听到木耳在锅里噼里啪啦响的时候，加入生抽、香醋、盐，再来一点点白糖提鲜，翻炒均匀，让醋的香味挥发出来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道菜酸咸适口，特别下饭，经常吃对血管非常好。第三样，鱼肉，它是脑黄金，强身还不长胖。冬天咱们需要热量，需要吃肉，但是猪肉脂肪太高，吃多了怕血脂上去。牛羊肉虽然滋补，但性子比较燥热，吃多了容易上火、便秘，而且不太好消化。这时候鱼肉就成了完美的选择。鱼肉肉质非常细嫩，肌肉纤维短，咱们老年人的肠胃最容易消化吸收，吸收率能高达90%以上。更棒的是，鱼肉里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不饱和脂肪酸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脑黄金，这对保护心脑血管健康、增强记忆力、预防老年认知障碍都大有好处。小寒吃鱼，既补充了优质能量和营养，又不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常做法：干煎焖鱼，可以用鳕鱼、鲈鱼或者罗非鱼。这些鱼刺少肉厚，老年人吃着放心。如果是冷冻的鳕鱼，就先自然解冻，洗干净，用厨房纸擦干水分，切成大块。鲜鱼的话，就切成2厘米左右的厚段，然后在鱼块表面薄薄的拍上一层干面粉。这一步是为了煎的时候鱼皮不破，还能锁住鱼肉内部的水分，做到外酥里嫩。锅烧热到油，把鱼块放进去，用中小火慢慢煎，别急着翻动，等晃动锅子，鱼块能跟着动了，底面煎成金黄色了，再小心的翻面，两面都煎得金灿灿的，就先盛出来备用。接着来焖烧入味，锅里留点底油，爆香葱段、姜片、蒜末，然后调一碗料汁，加点生抽、一点醋、一点点白糖和盐，搅匀了倒进锅里，再加点热水烧开。把刚才煎好的鱼块放回锅里，让汤汁差不多能没过鱼块一半就行。
盖上盖子，中小火焖上3-5分钟，让鱼肉吸饱汤汁的滋味。最后开大火，把汤汁稍微收浓一点，撒上点葱花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鱼，外面有一层焦香的壳，里面鱼肉又嫩又滑，味道十足，特别适合配着米饭吃，暖身又营养。吃好了，动对了，还有2件事是咱们要特别注意的禁忌。这2件事看着像是生活琐事，但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巨大，可千万别犯。咱们来看看这忌2事。第一忌晚上吃得太饱，吃得太晚。小寒时节，天黑得特别早，下午5点多天就擦黑了。咱们身体的生物钟也是跟着自然界走的，到了晚上，代谢速度会自然减慢，阳气也要潜藏到身体内部去休养了。如果您晚上这顿饭还是大鱼大肉，或者吃得肚子滚圆，那就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规律唱反调。这么做的坏处有几个，一是直接伤害肠胃，老年人本身消化酶的分泌就减少了，肠胃动力不足，晚上吃太多，食物堆在胃里，肠胃就得加班工作。您想想，肠胃在那里吃力的蠕动，您能睡得安稳吗？二是严重影响睡眠。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，晚上吃多了，容易腹胀、积食，甚至反酸烧心，这些直接就会导致失眠、多梦，睡眠质量大打折扣。三是危险系数增高。晚上睡觉时，人体血流速度相对缓慢，如果晚餐又吃得比较油腻，导致血脂升高，那么就很容易在夜间睡眠时形成血栓，引发意外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小寒这段时间，尽量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，安排在下午5点半到6点之间吃最好。吃到什么程度呢？吃个7-8分饱就停筷子。什么叫7-8分饱？就是感觉好像还能再吃几口，但已经不那么饿了，肚子没有撑胀的感觉。这个时候就要果断放下碗筷。晚餐的内容也要以清淡、好消化为主，喝点小米粥、杂粮粥，吃点热乎乎的炖菜，尽量少吃大块油腻的肉类，这样肠胃舒服了，觉才能睡得香甜，得2天醒来才会精神饱满。第二忌动怒，忌情绪大起大落。这第2忌说的是心态和情绪。小寒一过，离春节就越来越近了。我知道很多老年朋友这时候心里装的事儿多，容易焦虑着急，有的是盼着在外工作的儿女回家，天天算日子，心里着急；有的是忙着准备年货，打扫屋子，身体劳累，看着家里乱糟糟的容易心烦；还有的可能因为儿女工作忙回不来，或者家里有些琐事不顺心，心里憋着股火，或者觉得难受。朋友们，听我苏佑安一句劝，天大的事都没有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重要。中医上讲，怒伤肝，思虑过度伤脾，而且情绪一激动，咱们的交感神经就兴奋起来，心跳会猛地加快，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。在这么冷的天气里，咱们的血管受到寒冷刺激，本来就处于收缩紧绷的状态，这时候您再一生气一着急，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得有多大？很多心肌梗死、脑梗死的悲剧，往往就是在一次激烈的生气、争吵之后发生的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吓唬大家。现在社会节奏快，孩子们都忙，咱们做长辈的，把自己的身体照料好，每天乐呵呵的，不生病、不遭罪，那就是给儿女们最大的福气，也是给自己最大的安慰和宽心。那该怎么调整呢？我给大家几个小方法。一是学会断舍离，别事事都操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，咱们放宽心。二是学会转移注意力，遇到烦心事了，别钻牛角尖，先做几次深呼吸，或者出门散散步，找老朋友下下棋，聊聊天，把注意力从烦心事上移开。三是学会自我宽慰，经常告诉自己，不生气，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快过年了，咱们求的是家和万事兴，是喜气祥和，保持心情舒畅平稳，
身体的气血才能通畅无阻，这才是最根本的长寿之道。朋友们，今天关于小寒的叮嘱就到这里，最后再为大家总结一下重点，下面这几条，请务必记在心里，落到实处。第一，认清小寒这个坎儿，别被小字误导，小寒往往比大寒更冷，正值29、39，是一年中寒气最重、地温最低的时段，老年人阳气偏弱，此时身体易出状况，请务必重视保暖，守护阳气。第二，牢记小寒4件事：一不洗，早晨不洗头，可改到中午或下午，洗后必须彻底吹干头皮，守住阳气，防头痛感冒。二不动，晨练不赶早，运动不出大汗，待太阳升起，天气暖和再活动，微微发热即可，避免大汗耗阳。吃3样，适量吃山药、黑木耳和鱼肉。山药健脾，木耳通血管，鱼肉补益易消化，帮您夯实身体底子。忌2是晚饭忌过饱，清淡少食助安眠。遇事忌动怒，心平气和是最好的长寿药。老话说，小寒有子归，大寒迎年岁。小寒一过，离团圆新春就不远了。在这最冷的时节，请大家互相提醒，照顾好身体，咱们自己健健康康的，既不遭罪，也让儿女安心，便是真正的福气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点赞或转发给亲友，让更多老朋友温暖过冬，健康迎春。我是苏佑安，咱们下期再见。